今天聊聊石榴合剂。石榴合剂是室外园艺工作的一个大利器，它可以有效的抑制或杀死虫卵、真菌、病菌等等。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工合成的一个杀虫剂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左右。那个时候在法国有那么几年，发生了很严重的白粉病，导致他们的葡萄园的产量下降了80%。这就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了，所以他们对此也很重视。经过了一些研究，发现这个石榴合剂可以有效的防止以及抑制白粉病。之后，它就被广泛的运用到果园的病虫害防治。比如说，在英国，他们在苹果园里就经常用这种合成剂来控制病虫害。然后在之后就被广泛的运用到各类花园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治。它的有效成分是一种多硫化钙，其实就是一种生石灰和硫化物的一个合成的一个合剂。一般来讲，它是液态的，颜色是那种有点黄褐色的。我是在2024年早春和2025年早春都用了这个石榴合剂，然后在这期间也搜索了很多的一些资讯。然后读了一些很多文章，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。然后2024年那一次就使用完了，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。但是2025年我改进了方法，然后之后效果非常的明显。我这次视频就总结一下我的个人经验，和与大家分享。石榴合剂的使用条件一般来讲是会认为是要在5度和15度之间。如果是要杀虫卵的话，最好靠近14、15度，在无风无雨的天气晴朗的情况下使用最好是使用之后接下来的2天都是没有雨的，而且最好是在枝条都还没有发芽的时候喷。那么这个在我们5区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了，因为这个如果是天气晴好，而且气温上到14、15度的时候，很多树木和花卉都已经开始发芽了。那么我的解决方法呢是喷2次。第一次呢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，大概天气是5度左右的时候就去喷。然后这次喷的话呢，就是可以每个枝条，然后土都喷，但是着重是枝条，因为枝条的话，在这个时候是还没有发芽的，所以的话就是比较安全，可以放心的去喷。然后到4月中下旬，天气转暖，到达14、15度之后，再喷一次。然后这2次喷呢是有区别的。第一次喷的话呢，就是按照它一般的那种建议的浓度，就是比较强的浓度。我一般是那个液体是0.5升，然后配我那个喷的那个大喷壶4升，就是0.5升比4升的水，这样子。大概是1比8的比例吧，就稀释去喷。然后第2次的话呢，喷的话呢，就是要把这个再稀释200%，就是1比16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喷。这样子喷完之后的话呢，效果是非常好。我是2024年之后只喷了3月中旬那一次，没有喷第2次。那一年的剪刀虫就还是很猖獗。然后2025年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喷了2次。第2次也就是4月中旬的时候只喷土。2025年我花园里的剪刀虫就大大减少，应该是少了至少有90%吧。白粉病和蚜虫也几乎是绝迹的。现在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喷第2次，而且这个是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。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嘛，我们这花园里的主要问题是剪刀虫的问题。但剪刀虫呢，它有自己的一个 life cycle 的。像这种小昆虫吧，它之所以到现在没有绝迹，是因为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顽强的。它那个生命的周期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它在秋天的时候，那个成虫它是会交配，然后完了会产生受精卵，然后这个成虫母虫一直会在地下冬眠，然后冬眠一直到春天的时候，就天气暖的时候，
初春的时候，它才会爬到近地表的地方产卵，然后那个卵呢会产在那个靠近地表的地方，或者是在一些枯叶、枯树枝底下的。然后随着天气变暖，那个虫才会慢慢的孵化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的话，如果3月中旬去喷的话呢，那个药剂是到达不了那个成虫的，因为那个成虫还在地下冬眠嘛。还没有暖到一定的程度，它还没有爬上来，所以的话，一定得等到那个天气暖一点。天气暖一点的话，它要么已经上来产卵了，要么已经那个卵已经才开始孵化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是它这个 life cycle 这个生命周期当中，它和成虫也好，虫卵也好，幼虫也好，最脆弱的时候。咱们这样说好像有点残忍啊，但事实确实是这样子，就是说它最脆弱的时候，你把这个药喷上去，效果就是会非常好。好，是这么一个原因。然后那个白粉病的话，可能是跟这个天气冷暖可能关系不太大，因为它那个是真菌嘛。早一点喷的话，那个就说在它那枝条还没有发芽的时候喷，那个效果也是挺好的。蚜虫的话，我没有怎么仔细研究哈，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生命周期可能是跟那个剪刀虫差不多的，也是要天气暖了之后，它那个虫卵才会开始孵化，然后才会有那个给你喷到的一个机会。然后之前的话，可能它是藏在很隐蔽的角落了，你不一定喷得到的。好，是这么一个原因。另外一种很普遍的建议，就是在打石榴合剂的时候加入那个硬链树油 Neem oil。我自己个人呢是没有加的，因为我家的花园除了剪刀虫之外，其他的问题还是比较少的。第二个的话，就是我是不想把2个东西混在一起用，因为如果混在一起的话，那到时候就算有效果，我也是分不清那个到底是石榴合剂起作用了，还是硬链树油起作用了。那么2025年我就是把石榴合剂那么打了2次之后，发现这个效果很好，所以今年2026年也打算和去年一样，就单独打那个石榴合剂，打2遍好了。用石榴合剂有几个注意事项还是需要知道的。首先，它这个药水是很刺鼻的，而且它那个黄褐色据说是沾染到衣物的话很难洗掉的，所以的话注意个人防护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我就强烈建议就是用的时候戴好口罩，然后戴上帽子，如果平时不戴眼镜的话可以戴一下墨镜，然后戴好手套，那样子就是说尽量避免沾染到皮肤或者是沾染到衣物。最重要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是一定要避免喷到叶子，哪怕您是3月中旬，就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喷吧。那您的花园里如果有一些就是常绿的植物哈，就是那叶子在冬天不会掉的，就那种的植物的话，一定也要避免喷到它的叶子。我就是去年早春的时候喷的时候，就是不小心喷到了我那个periwinkle 在地下的那个一些叶子，然后完了之后，就是那个叶子就很长时间都保持那个白乎乎的那个状态。后来我用那个花洒想去把那个白的颜色给洗掉，也洗不掉。到最后，我的观察是那几片沾了白色的叶子都掉下来了，都死去了。我估计是它是一个是受到了腐蚀，第二个是因为白色糊住了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，然后那个植物它就最后决定，这个叶子我不要了，然后就让那个叶子掉下来了。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啦，就是说那个提前看一下，就是说哪几天是没有风没有雨，然后气温也合适的，然后提前准备好那个石榴合剂和喷筒，然后天气一旦适合的时候就马上开始行动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，希望下次再见。